好，台北正在办灯节哈，其实每年都有办灯节了哈。那因为这上海的灯节呢，因为他们双城论坛，所以大概台北跟上海有一定的管道啊，一定的交情，所以上海也来这边摆了一个摊位吧，展览啊，所以呢，以前呢这种情况都邀请上海的台办也来看看嘛。但是呢，上海台办主任这已经第2次被封杀了，上次已经封杀1次了，就双城论坛，现在第2次封杀，那表面上的理由是他送件太晚，其实送件早晚这是都有弹性的。那也讲了真话了，民进党政府就是说，这个团拜以前上海都最多台商回来，因为本来台商最多在上海，这2年都很少，说上海台办就阻挠台商，不准他们回来，所以台商就不回来，台商很气。想回来但回不来，所以呢，你台办阻挡我，不让你来，其实就是这样。真正理由其实是这样，就是讨厌你嘛，那另外呢，这个市政府就被这个批说你都转过给中央，为什么那么晚送件？蒋万安说我都是按照惯例啊，惯例就这个时候送我，以前都可以，为什么现在不行呢？那希望呢，这个两岸的善意的成果不要中断哈。这边这个邱垂正陆委会的这个主委就讲了。大陆阻挠台商回台湾，特别你上海台办那另外呢，这个赖清德今天出席台商的春节活动，特别强调有台湾才有中华民国，这大家也都知道好，我们看一下。台北灯节2号开幕，市府依惯例邀上海赏灯团，原本要出席开幕点灯，却被陆委会以送件太赶、来不及审查为由拒绝。蒋万安表达遗憾，却遭议员批评甩锅中央。上海没有按照我国的相关申请流程的时间来做申请，那蒋万安市长怎么没有提醒上海，或者是怎么没有怪罪上海？我们就是依照过往的惯例来提出申请。所以目前我们看到，其实显示出来，中央也是还在审核当中。陆委会现阶段只核准2月13号来台的灯艺师和旅游业者共14人，而上海市台办主任金梅13人确定无法来，还有一团预计2月11号来台，由上海市文旅局副局长金雷带队，共7人，仍由陆委会审核中。这种恶意阻挠我们台商回来参加我们海基会的相关活动，我想。这个是损人不利己的。我们综合考量，要不要让这个台办团组团到台湾来的一个重要因素。意思是感受不到上海方善意，交流对话程度自然就有限制。陆委会不满台商春酒活动被台办阻挠，总赖清德也在3号的大陆台商春酒这样喊话：有主权才有国家，有台湾才有中华民国。对话取代对抗，还是很希望好不容易所建立起来的沟通管道能够持续的被维持。在今天在那个春节的那个会议里面，还有一个厦门台商跟赖清德讲说，你当家不闹事对，我们搞个大罢免，你当家这么闹事，好，这给我猜到了吧？两岸旅游，上海跟这个福建，他们要派那个是不是福建？好像上海。台办主任，上海跟福建他们要派那个采线团来，台福建对那我们的观光局长就说小两会还没开呢，意思是不给你过，你们小两会先开，所以当时我就讲，一谈到小两会就要完了，因为老共他就不跟你开嘛，小两会能开，海基海协会就能开，海基海协不能开，因为它都是具有白手套的、具有官方性质的非官方组织嘛，那这个是观光局的，也是白手套啊。他就不要跟你官方接触嘛，那我们就非要官方接触不可。那我们也有我们的想法，就是说我不要承认9·2共识，你只要跟我官方接触。那大陆也知道你的想法，搞了半天你就是不想承认9·2共识，那我就不跟你接触嘛，免得你认为说没有9·2共识也能接触嘛，就大家彼此你考我卡你所以呢，现在也卡住申请了所以业者也当时主快要涨停板，弄个半天那所以呢，观光署说小两会赶快开吧，小两会赶快开吧。开了以后呢，这个我们就可以开放了就可以这个让两岸呢能够交流了来，我们先看看这个灯节的问题。海基会今天举办了2025大陆台商春节活动，约近380名代表出席，而总统赖清德也是首次以总统身份出席。不过就在致辞结束后，突然有厦门的台商起身呛虾。我们希望当家不要闹事。我们台商都不希望大罢免，然后我也希望说以免
劳民伤财。这名台商认为选举都结束了，若要搭飞机回来投票是劳民伤财。被问到是否受到外界压力，他强调只是表达心声，指出平常没有机会遇到赖总统，强调是临时起意即兴说的，希望不要有政党恶斗。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所谓中国大陆这些官员啊申请来台湾入境等等啊，其实坦白讲要快也很快了。我觉得说这个谈判主任具有某个程度的意义的话，我加开会议也都审核他入关，更何况加开会议也不是什么太困难的事情，因为坦白讲都是自己人嘛，尽管的啊、陆委会啦等等，那加开会议过去也常常见到这个事情啊，所以就是说纯乎性要让他进来。那上海台办主任，坦白讲，在中国大陆里面也不算什么大官啊。也不算什么大官，讲白就是我们台湾一个什么某个直辖市的局长吧，就这么大个官吧。我们有一次去上海，我也碰过他。那时候我上去上海之后碰过，他刚担任台办主任1个礼拜，我们是他第一个见到的台湾的这个民意代表，就人很爽朗啊。过去还是主管这个迪士尼那个区域的那个书记哦，所以你怕他来干嘛呢？那灯节他来台湾参加那个灯节。那大家还是注意到它花灯漂不漂亮，上海的花灯好不好看？谁去管它？上海是谁？哪个官员来？所以重点还是你所有一切事情都是政治考量。那大家希望旅游业者希望，你赶快开团来台湾，赶快开放，迟了，已经接近2个多礼拜的时间了，快3个礼拜，春节过完还是不开放。所以说你这些台商回来干嘛？我台湾回来就听你讲这个言不及义的话，讲政治语言。我开我的座谈会，你过去在马时代开座谈会，台商讲的，也许有一些未来1、2年还可以成为一个政策就开放。那我回来就是只有一方面的听这些政治语言，那台商什么意见？希望开放这个旅游团，希望不要搞大罢免，听得进去吗？听不进去啊，听不进去就自然就不来了。那更何况你说怎么会施压他？那你说在上海的台商跟台办关系不错，坦白讲，就是大台商啦。这些大台商自己要回来不回来，存乎的不是什么台办的压力或者什么海基会的这个邀请，就看我自己有没有空啊。如果生产线很满，我要去哪里做生意，我要去谈什么，我就去做我自己的事情的。因为我回来去参加这个活动，对我的工作、对我的帮助、对两岸的关系，事实上一点帮助都没有。那你叫这些台商回来干嘛呢？所以刚才还有趣的是啊，这个台商还不是叫赖总统，叫赖主席哦。很妙哦，因为他是以总统的身份，他叫赖主席哦，是不是希望这台商以赖清德站在党主席的立场，约束这些党员，约束这些所谓的侧翼团体，不要再搞大罢免，不要再大罢免。然后呢，我另外也看到，就是另外一个考虑，就是他这个现在的两岸情况不好，你过去一段时间，过去的7、8年时间都是靠什么抗中，然后爱台，然后以美。那基本上这些要素现在都不见了。美国也不像以前拜登时代的美国啊，无论的如何都可以让你来去做一些政治操作。那但是大家就没办法去讨论这些话题，通通被大罢免所 cover 掉。两岸的问题也是有关的产业链的问题，然后晶片等等的问题，没有办法讨论，因为大家都大罢免。所以这些台商看到台湾内部这么糟的政治气氛，然后讲什么呢？讲了也没人听，搞不好第2天还被这些人呢，被这些网民的出征，他何必干这个事情？来，伟山。今年送件确实是比较晚啦，因为大家都知道今年农历比较早嘛，比较早就开始过年，所以你同样的这个国历时间送的话，基本上你的时间确实是在少了10天的审核期啦。那所以我们会看到，在这个时候，这个中国的这个台办这些相关的人等没有办法来参加灯会，确实蛮可惜的。不过我们一直都认为，就是中国的善意其实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其实看到这几年，其实两岸之间真的是非常的紧张哦，尤其是这个中国的飞弹对着台湾这个共机啊、共建啊，在那边绕台，其实给台湾人民有蛮大的心理上的压力的。我们还是希望透过这些机会哦，可以两岸可以有更多的沟通。那我想他们愿意开放这个所谓的中国的人民来台湾来旅游，当然是很好。不过前提是，当然我们也知道很多的这个人员其实都控制在中国的手上，我们也很担心他单方面的可能取消，就是这个陆生或陆客就来台湾这样的一个事情。其实台湾的产业也蛮需要保护的，因为台湾的观光业常常就是很开心啊，就开放了之后，其实中国来到台湾，其实可能
能很快就会被他收回去。变成说过去的准备可能都是竹篮打水是一场空啦。所以我们还是觉得这个谈判上面不能只是民间跟民间之间的谈，说我要谈什么样的旅游路线，而是要把这个谈判议程来摊在这个阳光底下，让两岸的这个官方可以来进行协商。那不只是这个所谓的旅游方面，还有很多像我刚刚说的共机绕台事件，是不是可以不要再绕台了？那是不是过去有什么台独22这样的一个限制一个法规，可能这个中国有这个长臂的辖管的方式去影响到这个台湾人民，如果去中国旅游可能会被抓起来啊等等这种状况。那过去台湾有些人还被这个中国去囚禁的状况，到底什么时候可以放回来？那我想这些都是可以谈判。就像川普为什么要加关税？其实关税是一个手段，那重点是要达成的目的。那同理可证，台湾现在也希望可以借由这个观光，可以跟中国有更多的沟通。那希望把过去一些不太公平的事情可以来处理。那至少过去被中国抓起来的这些台湾人民，可以尽快的被放回来。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吧，这个大罢免要开始了哈，过年以后就开始了哈。那所以26个国民党委员都会面临罢免，傅崐萁、王鴻薇18个人都达标了，高虹安一起被送检了哦。那李彦秀说：“好吧，我们就一战止战吧。”啊，那另外呢，这个新北国民党有6个立委，但是呢，民进党有3个立委被提罢免哦。那叶元之现在是首当其冲啊。那民进党哪3个呢？就是苏巧慧、吴其明啊，还有一个是谁？张宏禄，对，还有一个张宏禄啊。这些都新北的，都新北有3个立委嘛，绿色的民进党委员哈。那叶元之就说，现在只要不是民进党的都要选2次吗？叶元之很惨，他1月13号去年当选了，2月你就开始罢免他。做都还没做好，表现好不好也不知道，就开始罢免。好，那另外呢，这个中选会说，这些送来的件都适用旧的选罢法，因为新的选罢法要查身份证啊、附身份证啊的，旧的不用了哈。所以呢，适用旧的，因为新的还没有，他还没有公告啊，还在复议嘛哈，公告了还没复议嘛哈。那这个柯建铭说，这个新的立法院的会期史上最对立的时代哦。然后呢，有信心9月以前把41个国民党的区域立委统统拉下来。国民党这个区域41个，剩下是不分区嘛哈。那基隆市长谢国良说，基隆市民不堪其扰，先选了市长，去年又罢市长，后来选了立委，现在要罢立委，基隆到底要罢多少次？一而再，再而三啊。那蒋万安也说，这是仇恨操作嘛啊，民众是没有办法接受的了哈。朱立伦也说朱立伦说现在所谓的民间团体就是民进党的侧翼了不要装了要以战止战，要劝赖清德要以德服人，不要以力服人了就这个意思来，这个基隆选出来的这个立委佩祥，请说。我老实讲，我对罢免这件事情，我从一刚开始，其实我觉得因为国良的原因，我去年讲了1整年的罢免，我还是当面我还是不认同罢免，但是我知道不是说对方他们的公民团体，甚至我们有些我们自己的好朋友委员们就直接讲，这些公民团体就是公开支持民进党的团体。其实我个人本来不是很喜欢去把这个政治色彩把它染得这么明显，但是目前已经到一种气说，不是我个人，而是我们后面的支持者有一股怒气，真的是有股怒气。为什么？我们今年严格讲起来，应该是要去注重民生议题的一年。过去的1年在立法院，我这边齐凯委员在这边，我们国民党跟民众党，我们在那边提了多少民生法案，然后我们在拼命的国家，如果说有些可以过的好的一些法案，基本上都是我们两边一起想办法去提出来，不管说是这个84量表要84量表80岁以上要免84量表，还是说其他，就算连壮世代法案太多了，工厂辅导法，对，我们都想办法，可是执政党提出来什么版本？执政党一个版本都没提出来。他们不提版本，然后就说一天到晚讲到后面就是你们毁宪乱政，你们中共同路人，你们就是这种很无赖的东西。变成是我们到今年的时候，我们还是想针对民生法案去做出一些解说，我们想去针对一些我们觉得我们社会应该要遇到解决的问题，包括说其实年轻人越来越生小孩越来越少。
那我们是不是说蓝白这边我们讲说，怎么样让年轻人可以愿意多生小孩，怎么样让小朋友更安全？这方面是我们要去做这件事情，我们要关注民生法案。但是变成是说，因为罢免的原因，我们必须把我们的很多精力、精神，把它回到政治攻防上面，这是我个人完全无法接受的一件事情。我听过一个理论，就是民进党一项赢了之后就要继续再赢，要做所谓的割喉战 （cutthroat battles）。这句话我从很早前就听过。那很明显的，柯建铭只是继续执行赖清德的意志，继续去做割喉战。但是如果说真的，这个钟摆效应会出来的，因为没有人喜欢一天到晚活在仇恨里面。我们现在不是在打，我们现在不是在一个2次世界大战你死我活，我们对象不是纳粹，我们是在同样一个国家，我们甚至长得都差不多。我们不是像美国一样，美国有黑人白人，所以他们提倡 DEI， 我们都是全部都是90%汉族，然后有一些原住民族也都长得差不多，为什么我们要去互相撕裂对方？我完全搞不懂这个事情。更好笑的是，我就讲个最实际的例子。我们2月6号朝野协商什么？协商选罢法加严版本。为什么要选罢法加严版本？因为选总统的，如果要选总统，你没有政党提名的人，你需要身份证正版本的影印本来去看，说你这个人到底合不合格。那如果你要罢免公职人员，你要罢免民代，也要一样的事情。如果没有政党提名，你也应该要一样有身份证影印本啊。现在罢免人不用，你就直接抄一抄就可以直接送进去。国良那边是一样。现在如果说，而且老实讲，叶元之说2月开始被罢免，连做都还没有做，这不叫政治操作，这不叫斗争，什么叫做政治斗争？而因为基隆常会被问到，我是基隆来的立委，我常常会被人家问到罢免，因为基隆去年才经过全国聚焦基隆的一场战役。那至少公务人员花了多少钱？各位知道吗？至少3000万，一个选区3000万。如果这样下去的话，我保守估计50个选区会遇到罢免潮。那总共是多少？15亿。我们15亿的国家预算，这不是这些罢免团体出的哦，这也不是政党出的哦，这全部都是我们纳税钱来出的。不管你认不认同罢免这个政治斗争的方式，全部人都要出这笔纳税钱。这15亿可以拿来做很多事情。如果说台风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治灾，现在15亿真的是对我们国家是很有帮助的事情。结果我们拿来干嘛？拿来罢免。那这会让我会觉得说，我们民意代表出来本来就是应该针对民生议题推动国家发展，结果我们把这精力放在上面的时候，我会觉得这到底谁炒起来的火？这要全面负责。真的，谁开始的？谁要全面负责？看一下相关新闻。反共救台湾。锁定18位国民党立委过完年上班第一天，接续展开大罢免。3号上午，他们来到中选会门前。过年期间，大量全台收件罢免团体开工即达标，一阶段连署提议书装箱送到中选会。面对中共的一些的打压，万美您支持中配又改制，浪费我们的健保。叶元之当选那一天，他还在上通告。连番拿起麦克风说起罢免蓝营立委，总有各种理由，而这18个罢免团体都奉他为精神领袖。中共天真的以为，他们花钱买通了一些不屑的立委，操控了台湾的立法院，就可以从内部颠覆中华民国。今天的罢免是反共剿匪、清除内奸的圣诞。在曹兴诚带领之下，包括要罢免傅昆萁、王宏威、李彦秀、叶元之等18个团体完成一阶段送件，但一阶段提议仅需投票人数的1%。若成案后，需在60天内被投10%的连署份数，难度大大增加。此外，正在复议中的加严版选罢法，中选会也尚未说明2阶段是否适用。联署挑点过程当中，我们其实也有遇到民众主动的把身份证影印给我们。哪怕今天选罢法加严，罢免的心不会因为这样子被阻挠。好，我们在这里尊重各种民意的表达，但是我们也希望呢，当家不闹事，希望赖清德总统你要约束一下柯建铭总召。只是已经点燃的大罢免引线，恐怕不是几句话就能扑灭。季凯，那民众党现在没有人被罢免，所以比较能够。有啊，我们有高虹安被罢免。高虹安没有立委。高虹安，我真的看他那个民调还不错，支持度很高乱罢免真的民进党。因为他的那个他的那个官司呢，因为上到那个被高等法院，他整个就觉得有宪法疑义啊。可是现在市县法庭又开不了，对不对？所以高虹安还真的乱罢。你去民间听你就知道民众是非常
不高兴，非常不高兴了。我们去年1月13号刚投，你那张票是投4年你投那个4年的立法委员，你现在民进党1年刚到，他就要去罢免，他这样对得起民众吗？我觉得民间你去听，民进党真的是搞不清楚民间的那个民意有多深，民众的反应是什么样，是什么样子。像民进党刚才登沙波啦，我干嘛已经把你去年因为民进党过去的8年这个执政弊案太多，执政不好，对不对？民众用选票教训他嘛，所以3党不过半嘛，结果叫冰的嘛，冰的方式就三招冰的嘛。第一个，他弄一个大罢免；第二个，要么就是复议嘛，要释宪。他说这3招他有什么？戒严啊！你看他戒严，希望不要走到那一步了，因为他们可能被南海那个尹锡悦那个事情吓到，现在还是审判，对不对？对。那么就说，这3招走天下。你看从去年到现在，整个乱成一团，他就是这3招。那民众会更看不起这个党啊，就说你之前你在投票的时候，你都知道，选举本来就是人民的权利啊，而且刚开始就是投4年，你怎么这时候来推翻我们这个？然后你执政不当家，在没到当家不闹事的时候，你民进党是个执政党。你应该好好去像刚刚佩强讲的啊，去做点民生的这个议案。你看我们台湾民众党去年，光是我负责提案的中小企业发展条例、工厂辅导法，我们那个消防员那个多危险，工厂里面有危险物品，没有好好去规范，对不对？提高100倍的这个罚金然后这个产业创新条例，我们提了很多，国民党提了很多啊。那你看这段时间里面福国利民的案子，是不是大部分都是国民党跟台湾民众提了？民进党会这样会看不起这个民进党的啦。那我现在要提一个很重要，这几天我看那个新闻非常的感慨他们现在给那也在他们送了18位立法委员到高雄去，一共上面，现在在什么？不只是反共，在搅毁。国民党立委跟高虹安是匪吗？然后今天柯建铭说什么？9月1号之前41席国民党7立委，你都会把它拉下来，你这个有没有是不是脑筋都已经错乱了？他以前还不是民进党的政党之宝，是不是？万年的这个总召啊，怎么讲话能弄成这样？41个立法委员、7立委是你可以罢免的吗？你现在都可以算得出来。民进党如果现在脑筋还清楚，让你去算一下。国民党虽然你现在乱枪打鸟去弄了，今天提了18个，未来有26个，你真的有把握有几个？我看只有尾山那个板桥叶子稍微危险一点，对。可能还不见得怕，对不对？对，言之还不见得，就是有危险。当然他言之有点危险，就是什么？你不要尾山坐在那里，你就消解叶元之啊，他会跟你抗议啊。没有，言之是真的危险。尾山打气，不见得会成，不过言之有危险的。第一个，那个选区基本上虽然是蓝绿差不多，可是你看以前是罗志正嘛，民进党长久在那边是强的，言之好不容易把罗志正把他扳倒啊，你看尾山又。那个虎视眈眈，是不是？我现在是发言人，做我发言人。然后现在民进党又认为说他们在新北是有点机会的，所以他们会包括苏巧慧，他们的全力动员嘛。所以当然我们希望言之不要被罢免成功。不过你要想，全台湾你目前你说不管送18个，或者说什么26个，除了叶元之之外，你哪一个人你可以有办法罢免的？你说赖世宝啦，什么林德福那些人，你们民众党如果支持叶元之，他就不会被罢免啊，要有志气一点。我们的党主席都被民进党抓去关起来了，那个小草会去支持民进党弄大罢免吗？不可能嘛！一个我们很理性，务实科学，我们反对那种报复性、政治性的罢免嘛。第我刚刚讲的，我们的小草现在都气愤当中。所以我觉得民进党现在锁定再多人也不会，反正民进党比较危险。我上次已经提了，台北市的那个双武啦，对不对？吴思雅跟吴佩，然后讲那个真的是危险。我们现在再会谈。等一下。不过叶元之很难讲，选举很多时候运气的。当时大家也不认为他会当选，是他比较弱了。在板桥那种地方，所以这么3个2个都当选了，对不对？你也想不到的，真的上次跟光北有点关系。不过叶元之也有关系，他也会出怪招，还有整体的气氛，对他也会蛮有关系。整体的气氛是蛮重要的。休息一下再回来。